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不下不上，我是珊珊，我是菠萝。那今天呢，我们想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重一点的话题吧，尤其是咱们马上就要到过年了，在过年前聊这个话题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沉重，但是我回头想了一下，其实这个话题在年前还算是一个可能属于比除了回家之后遭到家里人问结婚这个话题之外第二普遍的话题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聊一聊。对，就是最近我们想聊的是一个换工作有关的话题，就是对，可能珊珊觉得比较沉重吧，但是换工作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不同人来说，可能他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吧。但是不得不说，因为我自身就是我在北美就是从事程序员的工作，然后我是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最近身边，我不能说70%吧，我觉得50%到70%的人感觉都在，要么就是已经在跳槽，要不就是在准备跳槽中，就是最近这个趋势非常的强烈，感觉。对，我不知道你这边怎么想。我先说一下吧，咱们定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因为咱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我就跟菠萝提到，我说感觉最近身边的人，包括我在我们社群运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社群里面的人都说他们最近都在积极的换工作。我当时跟菠萝说了我们的这个观察，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他体感就可能有接近70%或者50%的人都在换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说那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话题。我当时就想说可能我们确实需要来聊一下。那至于说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当时我在听到菠萝跟我聊完这个事情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跟他说首先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属于比较靠前的，因为我是但相当于是在04年底05年的时候就已经主动的把04年说错了24年，我当时是在24年底25年的时候就主动的把工作换掉了。然后菠萝你最近也是说你之前准备了1-2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也已经换掉了对吧？对，是的，我也已经换了。对，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很神奇的点就是我当时在换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大家都在换，然后我感觉因为当时可能是我大概是11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是有想换的这个想法。然后当时因为你从想换到你具体能换成功是需要时间的嘛，对吧？然后因为我是内部换，就是内部岗在调，当然它也是需要经过你哪怕是在公司内部换岗，你也是需要去相当于向新的 team 去发简历啊，然后去联系啊，然后也要面试啊，可能但是整体的那个流程会比从外面招要少很多，但是也要需要经历这些流程嘛，就总的来说不是那么快，也是需要一个1到2个月的时间的。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决定要就是换成功的时候，我才发现怎么就是接下来的1-2周就是每个人都在走啊，对或者说不只是我身边每个人都在走，可能是我其他公司或者我朋友之间也说，一问说最近怎么样，他我最近换公司了的这种感觉，而且非常强烈的发生在12月底或者1月初这个时间点吧。对，相当于是他们过年的时候嘛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次让我感触最深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像咱们尤其是 AI 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感觉自己要被裁员了呀，以及说好多人会觉得说那种中低端的人可能被裁的几率大一点。但是最近这2个月，包括2025年的时候年底的报告一些总结材料出来了，一个是说新人被裁的概率其实不大，那当然了，新人招不进来的情况多，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后面来细聊。但是更主要的是，我感觉现在就是有很多老板级别的人物也在换工作，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部分人在过去的10几20年之间的频率是没有现在这么频繁，占比是没有这么大的。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说过，你身边有很多你看到你的老板就不同级别的也开始在换人，对吧？对，关于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我不确定它有没有这么多的就是共鸣性，因为就是老板级别的人物，包括就是你可能之前提到过的像
那个课代表李正他之前采访一下 Meta 的田园栋博士，他被裁的这个事儿，就大家听起来就是起初会觉得哇，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的人都会被裁？但是实际上，像老板级别的人物或者他们这么厉害的 scientist 的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们被裁是永远不缺下家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可能政治原因居多吧，可能占90%都有可能。所以说，他们被裁是纯粹的就是政治原因，然后他们想找到下家也非常非常容易，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天的话题，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可以多谈谈就是偏普通人一点的，就被裁就是换工作啊或者想法，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换工作就是家常便饭了吧，可能他们换工作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他们做一个 leaders， 然后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好，就是可能没有做到当时 expectation 的那么好，然后所以说他们要不就是觉得有更好的机会，要么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想再做了，就走了，要不是主动走或者被裁，没有太大的所谓了，我感觉。对 OK， 懂你意思。那本来我们也是想说看能不能把大环境的这个原因可能分析一下嘛，那按你刚刚说的，我也想到就是其实现在相当于是说有很多股原因，有很多股力量，有很多种原因其实是在同一个时间爆发了吧，相当于是，所以让我们感觉可能也有这个情况在里面。像你刚刚说的，对老板啊这边的可能更主要的是说有现在的地缘政治原因有很多，这是其中一个大的因素。像我自己的分析和感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因为 AI 导致的改变还挺多的。对，我就说我身边听到的一个例子啊，是我一个这个就跟互联网领域不直接相关吧。我们那个朋友他现在是做视频的嘛，他说他身边有好几位之前也是剪视频做视频的朋友，相当于是在新媒体这一块的。他之前也是相当于在做一个外包，那现在呢他也是自己出来，因为 AI 这个事情他开始做相当于是 AI 的课程相关的，但是他那个卖的群体，我看了一下那个他们自己做的海报，可能更多的就相当于是怎么用 AI 做视频这一块的东西。对，当时我之所以想到可能会有普遍性，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像过去我们说的裁员潮啊，或者是离职潮，或者是换工作，更多的都是比如说不同的工作的往互联网转，往金融转，往 MBA 转。现在我就发现可能是之前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现在的话大家转 AI 就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瓶颈，就是不管什么行业的都可以往这边来靠一靠。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原因吧。对，再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快年底了，大家就是等着正好拿了年终奖了就可以跑路了，换下一家了。这种的话可能就未必会换一个新的工作，可能还是对在原有的领域里面去找吧，对吧？那对，我正好有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说的，你1-2个星期开始找工作，但要换工作，而且相当于是在1-2个月内就换完了，那其实也还挺快的。我就想问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样突然一下就觉得说你自己一定要换工作了，并且还换得这么迅速的话？对，然后我可以大致聊一聊我的这个感觉。我觉得现在说起来也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其实在这行业里工作2年多吧，然后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在去年11月份之前，我都还觉得我的工作还挺幸福的。我指的幸福是指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不是特别饱和，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点闲吧，对吧？就是会有点自己的时间，然后我的团队和我特别熟，就是我的 manager 人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自己的同事也跟我工作2年多了，人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我在我的团队就是工作的特别舒适吧，可以这么说，工作内容也是我的舒适区，然后当然就是我的工资也够用吧，当然everything 就是 so good so fine， 然后听起来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就是终于毕业了，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终于可以躺平的那种感觉。不错的工作吧，不错的工作，就是对，然后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发生在11月份，就是1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去年带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他的那个论文中了嘛，然后我去开会，去开了一个我们业界就是当时开会是在夏威夷，
然后当时去夏威夷，11月份的时候去夏威夷开会，10月底吧，是从10月底。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逛 papers 嘛，就看一些 poster 啊，然后看一些就是一些新的 PhD 发的 paper，或者是这个是你本职内的工作，还是说你自己副业里那边的事情？对，算我本职内的工作，因为当时想的是，有好几个层次。第一是我需要帮我们团队找明年的实习生，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实习生。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自己也想去用这个时间学习一下，就是虽然是公费的，但是也是因为开会其实就是跟别人交流一些技术，交流一些科技，对吧？交流一些 ideas 的一个地方嘛，也是用这种整块时间去自己学习一下。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啊，其实我这过去的2年，我的工作内容其实真的和现在就是 at this moment 的这些 research 其实已经有一点 gap 了。慢慢我突然会有一种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是会觉得我自己带的这个新团队确实是很舒服了，但是我当时我就仔细给自己想了一下，如果假如说我现在闭眼，我假如说在那个时间段我被 lay off 了，然后我现在找工作容不容易找？我当时在想，我当时还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困难吧，因为我在进行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行业就你的工作年限很重要嘛，对吧？对，就是说你工作年限越长，按道理说是越好。但马上接下来的1-2个星期就打破了我的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就是我在想，我先尝试一下在我自己的就是公司内部转组试试看，对吧？但我们自己有一个叫 internal transfer 的这么一个东西。当然每个大厂都有啊，然后我估计有10几个团队吧，去发了自己的简历和 request。当时 surprisingly 好像10几个就有1-2个回复了吧，就是我还挺 surprised 的，因为但我也不是说我自己自负或者啥，我并没有，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我这份就是简历特别特别差，对吧？首先我的 publication 还行，然后毕竟然后我也在这个，我不是那个 junior 对吧？我不是 new grads， 我毕竟已经工作了2年多了嘛，对吧？2年半，然后就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困难，甚至是就是内部转组，就是还挺 surprise 我的。然后我当时的那个本来就有一点这个危机感了嘛，对吧？本来就是你逛 paper 的时候就有一点危机感，然后你事实上你在这之前对，那你在这之前你的预期是，比如说你投个10份，你预期会有多少人来跟你回这个话？我觉得预期有1半以上这是我的预期。那你这个投的转组的话其实你做的事情还是跟原来基本上是一样的吗？是这样子吗？好问题，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想转组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当时就是我被招进来做这份2年半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因为技能 A 被招进来的，对吧？但是因为最近发展的太快了，导致其实技能 A 当时 AI 的时代是你训一个模型是为了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的，但现在的发展趋势范式就是说你训练一个模型解决尽可能多的任务，对吧？那所以说你之前的那个技能 A 其实有点在这个时代的洪流被淹过去了，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当然我也是在跟着新的团队在与时俱进，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浪潮最前沿走得这么快，我感觉。然后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现在 at this moment， 就是如果你要做 AI 有关的科研的话，你要不就是最好你要跟大模型训练有关，无论是大模型的数据也好啊，模型也好啊，测评也好啊，就你要跟大模型扯上点关系。第二的话，如果你是做跟视觉有关的话，那你就要做生成，或者图像生成呀，像谷歌的那个 Nano Banana 对吧？就是或者说视频生成呀，像多模态这种是吧？所有的这些就不是纯文字的。对，就是你要做视觉，你就得做生成。就是像生成视频一样生成，比如说最近很多 B 站一些什么就是科比的一些歌曲视频，其实也都是生成的嘛，像视频生成方面的，包括语音生成等等吧，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做生成，就是要不做大模型相关，要么就做这种视频图像生成，要么你就要做跟 agent 的这种包装有关的东西 ，agent 自己的交互啊，或者是说套个壳也好，这3种吧，就是我大概目前想到是这3种，就是你要跟他扯上点关系。但是我之前的工作是跟这3个没有关系的，就是其实可以有关系，就是说可以想办法，比如说新的 team， 就是说你可以说我能不能拥抱新的技术，让之前的这个东西变得就是更新，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
service 都需要拥抱新的技术，因为你拥抱了大模型，意味着你需要更大，就是更大的模型就是跑得更慢嘛，对吧？有的时候有一些任务不需要跑这么大，就有点就是怎么说呢？那句话叫啥来着？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对，所以说之前的那个老的 service 真的是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拥抱大模型，因为它会增加就是跑大模型需要钱，对吧？然后跑一遍的话会更久，然后这些东西你作为客户来说，他用你这个 service 或用你这个模型，他其实不管你背后是啥，对吧？他只要管首先便宜，其次效果好，并且快，对吧？对，他不管你后面那些是啥，对，所以说我就是发现了，如果我再这样，就是之前的 team 是可以说是偏旧一点的技术吧，然后我去转组的时候，你不能说完全不相关，因为毕竟你还是有模型的训练，然后模型的数据处理、训练啥都有，只是说你这个模型不是大模型而已。那你说这个话，我就想额外再问你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懂这个领域内具体的事情嘛，但是我联想到我之前跟另外一个就做传统程序员朋友的，就他是科班出身的，做软件工程这一类出来的嘛，他之前就跟我聊过一个类似的话题，但是这还是在 AI 出来之前。他就是当年他在研究生博士的时候，他也是就说，他感觉他们最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纯应用型的，比如说他们当时学语言，现在具体的名字我可能不记得，我就拿再更早一点的更远古一段时间的例子来举例子，就是像我们本科的时候，当年是学C++ 嘛，然后最早的时候大家普遍还在用 Java 嘛。但是在那之后，他就说后面他们隔一段时间就要学个新程序，从游戏做的多了之后开始用 C# 呀，然后包括后来日本的像 Ruby 啊这些，就相当于是每新出一个东西，他们就要去学。他们说的这个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跟你说的这些东西类似？但是他们又说，相当于就是说，其实编程这个底层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改变，只是说因为软件在不断更新，或者说新人在不断学新东西，所以他们就得不停的更新到这一步。我不知道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跟这种类似的？对，我觉得有相似性，但是我觉得不能说完全相等，因为就是你换一个编程语言来说，就是编程本质来说是你自己要解决一个问题，对吧？你首先是有一个叫做 pseudocode 叫伪代码，然后你通过这个伪代码的话，你去解决问题，因为不同的问题是需要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去实现的嘛，对吧？所以说他换编程语言的话，这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单纯就是换一个 language， 真的就是换一个语言，OK， 无限制中换一个语言而已，因为你底层你想表达的东西并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更不一样一点就在于你之前是训练一个模型 A 的，但是你现在让你训练大模型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就是说无论是从你用的 GPU 也好，对吧？就是说你 GPU 以前用个小的，现在用很大的集群，你之前你只是一个 GPU 训练一个模型，现在你要用几十个 GPU 一起训练的这种分布式训练，然后你的 code base 啊，或者是你的整套训练的那种方式啊，包括你怎么去构建你的 data， 我觉得整个范式都是在变化的。我感觉就是说从传统模型到大模型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还挺大的。就当然说如果你进入到大模型以后，它可能就是再变的话，可能会比如说你从千问2到千问3，它可能变化没有很大，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传统很早以前的模型到千问的话，那就变化很多。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我在想就是有没有一个我们传统的换工作的时候会比较类似的例子，类似的情况会有像你说的。我不太确定能不能就是用其他行业来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因为本来你作为一个 IT 行业来说，IT 本来就是众多行业里就是变化比较快，甚至是最快行业的其中之一吧，我可以这么说啊。对，然后在这么变化这么快的行业里来说，其实其他行业比如说体制内其实是变化很慢的一个工作，对吧？就是说就是它甚至不需要拥抱什么技术，你其实拥有的那些核心的那些最重要的技能，其实和那些不是工作技能，可能反而是跟情商技能或者是对吧那方面，或者写文案的技术 writing 就是写作技能有关，这些东西不会随着新的工具的到来而抹杀，我感觉就反而属于越老越吃香的那种。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只能觉得我现在的困惑还属于
是属于从 junior 就是初级到中级中间的这么一个阶段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相当于你还是一个工兵的角色，就是说你做一个比如说大公司，就是公司需要你做出一个产品出来，你依然是那个需要出最大力气的人，所以说你需要出最大力气意味着你作为一个 hands on 的人，你就是需要很懂里面的一些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就如果你是一个 senior， 其实你反而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 senior 的人的话，你可能不需要这么 hands on， 就是你可能只需要一些 high level 的东西就好了。就比如说他需要一个产品，然后他可能大致知道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senior 的人就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就是趋势最火的东西。那至于怎么做把它做成，他就要去想，那他去 hire 就是招一些更 junior 但是很懂这方面的那种 junior 的人来，对吧？可能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我再具体问一下，因为你前面提到了嘛，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换，主要是相当于说你当时看 paper 的时候，看文章的时候，相当于说你觉得有很多新技术新东西你不懂了，所以你当时是相当于有这个危机感，可以这么理解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那些就是新技术的那些 paper 本身，我觉得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我缺少 hands on 的经历。这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这个 hands on， 你觉得这个 hands on 在这里，或者说你主要是？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其实 hands on 很重要。hands on 就是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就是我觉得 hands on 就是你去写代码，把它用尽快的时间正确实行出来的能力，我觉得叫 hands on。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领域都知道，就是现在大模型就是 transformer， 对吧？对。都知道它是怎么训练的，就是理论上都知道它怎么训练的，但是具体没有人有用过那么多 GPU 训过，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算力嘛，对吧？你具体用什么数据集，具体用什么 code base， 然后具体中间有什么 bug， 就是你没有训练过，你就是不知道。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需要你去花时间，然后亲自用手去调、去试、去写的。我感觉就是你只是看 paper 的话，我觉得别人很难 trust you。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我可以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比如说，假如说你要找工作，对吧？假如说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要找工作，你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对吧？但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肯定说你做过很多 project， 对吧？你说你做过很多项目，你学过很多课，对，你这个什么课拿了 A 或者98分、99、100什么的，你都可以写，但是你就是没有 hands on。Which means 你就是没有真正的去他那个公司的那个团队去弄过那个东西，你知道吧？我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没有真正的落地做实做好过一个产品嘛。不能叫做好吧，就是说你就是没有真正就动手去摸过它。我说做好是指的完成嘛，我说的做好是完成可能。对，就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就像飞机一样，就是你哪怕看了所有就是飞机的操控指南，但是你没有开过，你就是没有开过，就是他们招人就是想找开过飞机的人，他不会去招一个把这个飞机的所有操作手册背得很熟的一个人。我觉得现在其实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其实你还是担心的是说你没有一个落地经验，未来很有可能被淘汰掉，是有这个担忧在，是这次主要想换工作是基于这个担心和想法来主动去找的，是这个意思吗？对，是这样是这样。然后我其实起初是想换一个公司的，说实话。然后我是想走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工作嘛，对吧？但实际上因为我过去2年多的经历来说，我就并没有做任何跟大模型训练相关的，除了就是带实习的时候做了一些我们叫 toy experiment， 就是一些小 size 的模型，比如说7 billion 的这种模型，可以说是这种 toy experiment 吧。OK， 不是生产级的那种大模型，就玩一玩玩具类的模型。生产级大模型就会比较大一点嘛，然后所以说直接去跳外面的公司，你就会发现很难找。就是现在就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市场上什么人好找工作，就是如果你有大模型训练相关的或者 agent 相关的一些经历，你就比较好找。对啊，那假如说没有这些经历的人，那怎么找呢？那就不好找，对吧？那就是说
我的想，所以我没办法，我就想说，我只能去通过内部转组的机会，能不能？因为内部的话，我就算转不了，我至少能在之前的 team 苟着吧，对吧？然后对 ，OK， 我是想的新的就是自己公司内部转组，可能他的那个要求可能会低一点，就是事实上好像也确实是这样。然后那你说这个话，我确实有想到，就其实你的这个担忧和焦虑点还挺 common 挺常见的。我怎么想到的就是我前面有一个没说完的数据嘛，就是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具体是哪家投行还是说分析公司做的我就不记得了。后面我可以找一下贴出来嘛，就是他们做的统计数据，就是说看 AI 到了之后，新的整个应聘、招聘、失业、就业的新的情况和过去有什么区别。那最终结果他们就是发现，像原来说的，因为 AI 直接遭到淘汰、遭到裁员的这个比例其实是不大的，但是总体上，所有的大公司招新人的比例确实是严重下降了的。也就是说，已经在行业内的有一定技术的老人，大家可能会保留，并且给他们的工资待遇反而是相对应的有一个提升。但是这部分提升的工资其实就来自于他们所有的公司少招的那一个大比例的新的人员，或者比如说新毕业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新转行的人啊，这部分招的比例少了，所以他们有多的钱一部分他们就投在 AI 上面，一部分就分给了这些有一定技术背景的老员工。对，对，我可以，我赞同。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吧，就是我感觉工作的这几年，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很多程序员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就是编程相关。我不知道怎么，就我再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现在看很多有的人的工作，比如说像接线员，对吧？他本质上就是在解决一些就是用户问题嘛，用户有问题，然后打电话，然后接线员解决问题，对吧？对，其实是前台问题嘛，属于。对。实际上我觉得其实现在过去几年或者过去很多年，其实很多程序员的工作是类似的。就是说你虽然搬到了一些就是在云平台或者什么样，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云平台用户，你碰到一个 bug 或者你碰到一个 issue， 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去 submit 这个问题，然后由程序员来解决，然后他解决这个东西不需要编程，他就是说现在就是客户有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哪个地方可能是格式有问题啊，或者是哪个就是版本出了就是不兼容啊，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小的问题，你知道吧？要不就是说 pushback， 就是说我们下一次会解决啊，你知道吧？你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本科上学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就当时让我感觉最神奇，而且当时好像是腾讯对吧，包括说淘宝啊这些所谓的所有的线上平台都还不普及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感觉非常厉害的工作，就是当我们的当时我们用 Windows 系统比较多嘛，当我们平台系统出了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当时有几个在用正版的同学，他们就跟我们推荐说，你完全可以主动去找 Windows 的客服联系，他们当时就完全是全程是线上帮你解决问题的，答疑啊解决问题。当时用的时候就感觉好高端啊，但现在回来看，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一类工作。对，接线员就是其实很多，我觉得挺多的，就是说你说他技术含量，他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他甚至没有什么 coding， 你发现没？但是呢，他可能在当时 AI 没有兴起的那个节点呢，它又需要你有一些就是计算机的知识，这样的话你才知道，对吧？是数据库出了问题啊，还是后端出了问题，还是前端出了问题？他至少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对吧？然后，但他不需要 coding， 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有更多背景知识的这么一个接线员的这种感觉。然后这种人其实。当然我其实具体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个人的体感是，我觉得这样类型的就是引号程序员其实占了很多，明白了在市场上。然后我觉得这一次 AI 席卷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一类程序员可能被替代的概率是最大的，就是说因为这一类完全是可以被 AI workflow，就是你甚至能够感受到它里面的那种就是工作量之少，对吧？或者工作量之无聊，因为现在 AI 就是可以替代无聊的工作嘛，对吧？就是人对，但是对，他们是无聊，但实际上工作量还真的不一定少。就他们是纯粹就是接线员嘛，就是你知道吧？就是
其实 AI 就是要代替没有特别大技术含量，但是又无聊，明白，可以就是需要花时间，但是其实你又没有特别大的就是 intelligence 在里面的那种东西。你说这个，我倒是想展开聊聊我这边的感觉吧，因为我你说自己就属于比较不是主流群体的转行方式嘛，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也不能说不是主流群体，其实这方面也还挺多的，就是有很多人就工作了几年之后转向像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也挺多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这次说像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这次的 AI 出来之后我没有那么大的焦虑呢，并不是我真的不焦虑，而是说因为在这之前，在 AI 还没有完完全全正式出来之前，在我换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类似的问题，因为我相当于是说从一个STEM 的专业，从一个跟机械跟编程相关的领域去跳到这种比较传统的艺术文学这一块嘛。在当时我就有想过这个话题，就是当时我还在想未来，比如说5年10年，我也想过工作会不会被替代的问题。那当时我去看很多历史上面的新的专业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拿画画来举例子，就像现在我们大家理解的画画，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他们太艺术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包括现在很多已经在画画的人，他们也会说就坚决抵制 AI 啊，说这样一点也不 make sense， 说完全一点也不艺术，说你在侮辱我们的作品之类的。但是我就想到像印象派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个东西？你也许知道，但是我还是想额外再聊一下这个话，跟艺术史相关的，就是其实原因也还是在于当年相机发明了，然后新颜料发明了，而在相机发明之前，绝大部分的画师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天马行空的创造，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绝大部分是在做一个没有相机的，没有相机时代的摄影师的工作，是在给有钱人家去画肖像画，就像是现在的摄影师在给别人拍照一样的。确实是。那我就说从这方面我就在想，其实就跟你刚刚说的例子类似，任何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或者说哪怕是像你说的程序员这么新技术的行业，在它的工种里面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真正在领着行业往前跑的这部分人可能不到10%、20%吧。然后我又想到一个额外的例子的话，就是说你说接线员，那我就想到最开始有电话的时候，不管是在电影里面还是像国内我们看得到或者听得到我们上一辈人讲的80、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电话没有普及，那就还必须要一个专门的人来弄，对吧？然后在互联网或者说电脑普及之前，在报社啊，在很多传统媒体里面也还有一个非常高薪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打字员嘛，他们的工作就是录入，纯粹的录入。对，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像你说的这么一点。所以确实说 AI 出来之后会不会取代掉人，我倒是觉得我比较偏向于相信说AI 出来之后，可能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会被取代掉的，因为绝大部分工作其实在目前以 AI 这个视角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在这里可以多说一点，我的观点是我首先不赞成他们取代的是人，我赞成的是他们取代的是工作，就他们取代的是那个很无聊没有技术含量的那种工作。但是其实人，我觉得是我现在哪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还是不觉得程序员会被取代，或者人真的会被取代。就是人其实真的就是需要不断去学习新的工具的。我觉得比如说刚才拿那个有点像接线员的程序员来举例吧，就是说可能在 AI 没出来之前，他一直在做类似于程序员里的接线员的这个角色。但是其实我觉得当 AI 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人他其实应该意识到这个技术来临的时候，他需要拥抱 AI 的。因为他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说，但他做的这种工作，对吧？对，他的时间被大量的被这种东西给占据了。其实他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争议，他其实就应该需要有危机感，就是说，就像我有危机感一样，他需要去更多的去拥抱更新的东西。你作为程序员，你就是得多去用 cursor， 多去用这种，对吧？那个 cloud code， 对吧？等等等等吧，就是你要成为就是这个在就浪潮来的时候，你要买滑板，对吧？而不是说你就让它冲死你，对吧？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代替的是那个很无聊的工作，而这个程序员虽然他哪怕他真的是在这一波里被 lay off 了，你也不能说他被替代了，他真的是应该去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觉得哎呀就是公司就是大公司是邪恶的或者怎么样，其实多去想想吧，就是因为他不是说他没有价值了，而是他之前做那个工作没有价值了，我感觉。我明白你的点，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本身我是赞同的，但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我觉得80%-90%的工作没有意义呢？我也不是说，首先我也不是说人没有意义，而是说当时的那些机械劳动工作没有意义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点就在于，会去像你说的这样去思考的人，或者说是如果有一天你不需要工作了，你还会不会去专门去找一个事做？就是至少在现阶段你去真正的去问一个人，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有绝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真的去想有一个工作的。我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可能如果你把这个范围放在普罗大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吧？但放在今天这个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们身边50%-70%人在换，就证明我们身边50%-70%人是有意识到这个危机感的，对吧？就是有意识到。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识到危机感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一部分人所有人都是说像你说的就已经意识到了，一定是说要有一个什么新的技术，或者是说，就说哪怕说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大家都听过那个例子嘛，就是说马车夫和司机的例子嘛，就是说汽车出来的时候，马车夫都会在抗议说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一个点是说汽车其实完完整整的取代掉马车，也整个过程从汽车出现到汽车完全取代马车在社会上面也花了50年到70年的时间嘛。第二点是说，就是对于真正的当年在做马车夫的人，有多少人真正的最后成功转行成了司机呢？这个比例其实是不大的。对，就是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完全映射到程序员这个上面来。对，我不一定能说他一定对吧？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从人本身的角度，尤其是说，就我们这个阶段的状态的人可能还好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进入到那种已经工作了5到10年的那种完完全全是已经上有老下有小那种不下不上的状态的人的话，他其实你让他从头开始学一个新技术，他即使他有这个心力，但他的很多客观上的工作状态呀，或者说家庭状态呀，不支持他去那么干。对，我懂，就是怎么说呢？这种人肯定是，我觉得可能是普遍就是人类的一个状态吧，我感觉。因为大多数人其实就是希望稳定，对吧？希望从别人那里去寻找安全感。所以说他们可能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可能聊的更多的是，就是我们已经感受到的危机感了。我们其实已经能够知道，就是很多安全感不能通过别人给我们，对，我们自己给我们，对吧？对。然后当浪潮来了的时候，就今天的话题，50%-70%的人身边人在变，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就会觉得，就现在就是这个变的时间点，就是可能大家都在 seeking for changes，OK，但现在可能就是一个 right time，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吧，就是明白了。对新旧技术的这么一个转换，然后可能过去的时间工作了一段时间也需要 take a break，就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可能也正好引进到我，就是可能之前那个说的有一点多啊，就是我但我大致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一种，第一种会想换工作的类型的人，是我把它总结成就是会包括我自己啊，就是那种我们的技能被时代追着跑的那种焦虑的那种人，就是我们会明白了，就是根据因为时代的来临，然后技能一直在不断叠新，然后你需要 follow up 的这种压力，会让你很焦虑的这种人。对，那我觉得我可能属于第二种人吧，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现在还处于这种至少之前是被技术追着跑的，那现在有一个新技术可能被取代了，就你们就会完全的跟上它。那我可能就完完全全站在对立面，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会发现新技术层出不穷，那我可能就干脆就放弃追逐新技术，我想去找一些更底层的，就是怎么样换工作，人类社会怎么样发展，我的技能都可以一直持续为我所用，可以长期用的这么一个方向吧。对，我觉得你这个可能甚至是最深层，就是
怎么说呢？或者是最高层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对这个可能很难，对最高这个肯定很难。对，但我们都应该，其实我们都应该朝这方面走。就算我们可能没有做到，但是也在朝的那个方向走吧。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那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也是我想追求的状态。但只是说和现在，我现在可能我还有点就是做不到。就是拿我自己的这个，就是 career path 来看的话。我现在工作2年，算是一个 junior 到就是 middle level 的这么一个经验吧，对吧？你再往上走做 tech lead 的话，其实就像你说，你越往上走，反而你不用那么 hands on， 你反而可能就是需要抓住一些核心的能力，就是说你再往上一点，就是说你怎么去带好一个团队，你就变成你从一个怎么把一个问题解决特别漂亮的人，变成了一个你去怎么去带好一个团队去解决一个问题，对吧？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你怎么去发现一个问题，或者怎么发现一个机会是赚钱的机会，对吧？就你越往上走，你就会发现就是最核心的能力，就像你说的，可能反而就是不会被新技术取代而变换的东西，甚至是我们人类核心的能力，就是你要去众多的就是噪音中间去寻求那些永恒不变并且核心的能力。但只是说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不下不上的年纪吧，主要是我不下不上的年纪，我还一是经验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二是还在摸索吧。我是这么感觉。这个对我其实也还在摸索了。你像我自己做产品，或者说是自己做个人的 IP 或者什么，其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起来嘛。但是我也是之前 gap 了1年多嘛，在那个时间里面主要是想这个东西，一个是当时学的东西学的比较多，所以比较快，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有更多的时间让我充分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到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你前面说的，可能咱们现在你至少我们说身边的这50%到70%的人是意识到这个焦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也会发现另外一点，就是第一点，我就是说能想这些问题的人，其实我们首先需要承认一点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好过，至少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好过绝大部分人的。是真正意义上能想这些问题的人，其实是没有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人，他是有一定的闲暇才能够去想这些问题的。这确实是一个 privilege， 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优势的。就比如说之前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父母跟我聊天，他们经常就会说像我们当年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个条件，我们就只能一个工作干到死，怎么样。那我的想法恰恰就是说，对呀，那你们当年是没有这个条件，那所以说我现在有这个条件了，那我一定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并不是说所以你们不好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正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机遇来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说现在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得到了这么一个优势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浪费掉它。就像说像我说漫画，我不知道你看猎人看富坚义博这种漫画家就是一样的，就是像如果你是有一些漫画家就是属于读者可能会喜欢，但是像作为漫画家作为从业者的角度就会很厌恶这种人，就说你是有天赋的，但你有天赋你不拿出来用，其实对于同样的从业者，或者说羡慕你有这个状态但是你做不到的人，其实反而比你去做它更让人不爽，是有这么一个状态的。所以OK， 对，所以我看一下我刚才说到哪了。对，你刚才说的是就是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的这种并且有时间去意识到去 take action 的，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一群人了。可能就是你大概说的这个，对吧？让我想一想啊，就是沿着你的往下说一点，其实我恰巧觉得，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也把自己视为普通人来说，就是这个社会结构的设计，还挺让普通人很难喘息的。为什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吧，或者是我有一些同事，包括那个就像机器人一样的程序员，我们都是有主业的，对吧？对，我们是有就平时上面一直有，就是我们的领导会每周会要求我们做些事情。假如说这个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工作在将来几年后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但是我们又因为这些工作在配我们的 job， 就是给我们 salary， 给我们工资，对吧？我们不得不做它。对。但是呢，它又会在白天占据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然后但是你明显的发现你需要，这个浪潮来了，你需要去学新东西了，你需要 move on 了。对。这个时候
你脑子里想这个东西的。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我运气算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很饱和嘛，对吧？但是其实像那个比如说像接线员一样的程序员，其实他很饱和，就像你说他其实很饱和的。对，他就是因为太饱和了，以至于他下班以后说不定他也意识到了就是 AI 这些东西的这种焦虑感已经给到他，但是太饱和了，就是他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是说你可以说他懒，但你也可以说他的那个精力就是已经放在白天那个未来没有希望，但是现在又 pay 他 job 的这个工作上，哪怕他意识到他也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做决定和 transition 的这种东西吧。所以说对，我觉得我现在更倾向于说赞同你说的第二种情况嘛。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懒，就包括现在上一次我跟我一个长辈聊天，算是一个长辈的朋友吧，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跟我聊，然后我们最终也是聊到说，当时是聊的读书的话题嘛，聊的后面我就会发现跟我们刚刚聊这个点类似，就在于说什么呢？大家首先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因为一个人读书或者不读书而贬低，或者说看好他，或者说觉得这个人不行。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如果一个人他上班工作负荷是已经占据了他精力的60%、80%的时候，他下班之后，他确确实实不太会想说我再来学一个什么东西，我再来看一个什么东西的。他宁愿就是说往床上一摊，往沙发上一摊，然后去看一些短视频，去消磨一下时间。那对于他来说，这个时间他纯粹就是宁愿浪费掉，就是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回复时间，而不是说再去学一个什么新东西。对，我赞成。行，就是我觉得这一趴差不多，可能我本来是想着，就是我的第三种类型的人会是这种，就是我可以先往后面再讲，再接着往下面讲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类型是包括我自己，就是被这个这时代的这个技术推着走的人嘛。第二种我身边的例子是就他们履历其实很强，我觉得他们就比如说比我更 senior 一点的那种人，一些同事或者是一些朋友也好，我觉得他们比我更就是 background 更 strong 一些，他们的论文也很有影响力，然后他们有的是 tech lead 什么的，然后他们不是 lay off 吧，就是他们是也在找工作换工作，然后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我想了一下，他们就是为什么会想换工作，我觉得大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最近就是科技的这个迭代，除了让个人 panic 就是惊恐以外，也会让公司特别的惊恐，就是尤其是大公司，因为现在 AI 出来了以后，很多大公司的一些产品，他们很怕就是突然冒出一个就是创业公司，然后几个小团队的创业公司，然后一下子设计了一个 AI 加 X 的一个东西，把它给替代了的这种 panic 它是很大的，我感觉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大厂他们就是为了不被这种很强劲的这种创业公司给取代，他们也疯狂的在就是一个技术来了，他们也疯狂在试，就是技术来了就马上去落地，去叫人去试，然后去迭代去，然后就感觉就进入到一种特别 incremental 就是做一些就做一些有限就是一点点增长的这种工作，感觉不是那种从第一性原则去想怎么去换一个范式啊，这种一个从一新的角度解决问题，而是说在一个坑里面挖上一点一点的这种工作，我感觉就导致很多人就特别的疲惫，就是说就脑袋就不思考了。然后我觉得很多 senior 的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挺不喜欢这样的，因为其实 senior 的人他们其实一开始做科研也好什么也好，他们是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嘛，对吧？但是现在因为公司从上而下的这种 panic， 导致他们也被牵着鼻子走，但他们本来就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因为 leader 永远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他们选择跳车了。一是他们想从一个第三视角去看之前过去这几个月做的是不是对的，然后并且我觉得可能在科研上更成功的人，他们与其在乎工资高，他们第一在乎的反而是就是说他们在不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或者说在不在一个 right boat 就是正确的船上去行驶，并且和他的价值观 align。 我觉得这种是我见到的第二种类型的人，我不确定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哈。你说这一类的话，对，我可以
想到，因为我最近在我们社群里面，我也看到了咱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群友，他也分享了他面试的问题嘛。你说的这类，其实总体上来讲，给我的感觉就是打工皇帝那一种嘛。对对，然后这个朋友他也是年底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他在我们社群里面分享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成功的进了他的 dream company 嘛，他现在是。相当于是他刚进 Meta 6个月之后，他自己又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通过 Coffee Chat， 然后他又跟一些其他行业的雇主啊，跟一些 Senior 啊去聊完之后，他在进了 Meta 6个月之后，就成功的面试，并且进入了 Netflix， 他现在就在网飞工作。对，然后他这种的话，我觉得在这种人身上就会发现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其实就不完完全全，虽然他们还是要打工皇帝啊，虽然他们还是在别人给他发工资，但是我觉得从心态上，他们其实就不完完全全是一个打工者的心态了。他们其实更多的也是一个把自己当做一个 personal business， 或者是说把自己来看作一个合伙人的心态去工作了。所以他们虽然是在打工，但是他们在心态上和看问题的角度上面，其实有一点点接近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把自己当成公司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就不会听老板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就这一类人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就是更早的已经清晰的认识到他们自己更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可以做到你刚刚说的这些点。对，可能像之前说的那个，就领导高层，可能比如说或者像田园栋博士被就是裁了，虽然他们被裁了，但实际上他们就是 strong enough， 就是有很多 option， 对吧？就被裁了，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反而是一个 take a break， 然后好好的去重新审视一下，对吧？对，就是接下来他想把剩下的时间花在哪儿的一个机会。我记得田博士他现在想了半天，他说他拿到了所有你可以想象的任何的 offer， 然后或者机会，但是他好像现在我记得他说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创业公司which is 还挺 make sense 的。对，反正可能就是这算可能他也属于这个类别吧，就是说自己 strong enough， 然后通过就是换工作想去，可能也是因为行业推的这种下面底层的这种行业在逼着公司走，像 Meta 也是在就是 panic enough， 对吧？田博士被 Meta lay off 是因为 Meta 因为就大模型就训练卷不赢别人，对吧？然后他本来是这个做纯科研岗，然后被推去风口浪尖去做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训练，然后训练出来效果不好，还背了锅走了。就是完全是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因为公司 panic 然后被推着走的这种类型，然后出来就是可能被政治牺牲了，然后正好对他是个好事，可能就是出来去停下来看。对，所以对，但对，我就是想额外补充一点，就是你从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就其实也能一定程度上印证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点吧。就是说你哪怕是像他们这种技术这么厉害的人，如果他没有真的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来花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也会一直被外界推着走的，而不是说自己能够清晰意识到想要什么的这么一个状态。对，不过他们跟初级人的区别是在于，他们因为是在比较 senior 的岗位，所以说他们的工作内容，比如说像田博士，他之前的工作性质是在做科研嘛，科研就是与时俱进的，所以说他的科研内容，你可以看他过去5-6年的科研，就是他5年前、3年前和现在最近1年做的东西都还挺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一直是在去解决最新并且最困难的问题。对，所以说他的 skill sets 还是一直在更新，他只是说看上去好像被公司的这些东西推着走，但其实说他自己个人还是一直在成长的，就是他不是那种接线员的角色。就接线员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成长，就是如果说你做5年接线员，对吧，那你还是个接线员，你可能就是情商高一点的接线员吧。明白了。但是田博士他做了5年科研，那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就是他的科研的 sense 也好啊，和他的这种还是每一个新浪潮打过来，他都可以在新的问题上用很好的一个东西把它解决，所以说他还是在成长，所以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只是说，如果说他能够给我们
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借鉴到的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在于说，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即使是像他一直与时俱进，在技术方面与时俱进的人，他如果没有去思考过这些问题，在结果表现上面来说，他也一样有那种苍蝇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对对对，可能对，也许是的。那你先继续说吧，你前面分析总结的，你觉得可能还有哪些人群？我觉得最后一种类型的人，就刚才说的都是打工嘛，一个是个稍微出 junior 一点的打工人，还有一个是 senior 一点的打工人。第三种类型我发现的一点就是，可能是课代表社群多一点，就是觉得现在 AI 的这个浪潮特别大，就是浪潮大的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我觉得是创业的。所以说我说第三种人群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就是现在是个创业黄金时期，然后勇敢的放弃自己的本业，然后扎身去搞自己小创业，在垂直领域上搞小创业的这么一种人，可能我身边比较少，但可能课代表社群的人会多一点。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比如说我作为打工人来说，对吧？公司招我是为了做一个产品的，对吧？就是我训练模型也好，都是为了去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大公司赚钱的逻辑是因为它可以让更多人赚到钱，对吧？就它可以让更多人赚到钱，它就能赚到钱。相当于它雇了我以后，就是做出了很多好用的产品，这些好用的产品可以让更多人赚到钱。那现在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有很多各种各样花式的好用的让人赚钱的工具，对，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便宜。然后我们所有人打工人都是去被付钱制造这些工具的人，但现在工具多到爆炸，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用这些工具的人其实和创造这些工具的人甚至在少数，就是用的还不够多，我感觉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是深深的感觉到现在按道理说从逻辑上来说每个人都应该quit现在的 job 去疯狂的去用，就去用这些新来的这些工具，对吧？以前你可能你做出一个产品，你需要雇100、200个人，然后你需要 coding 的专家，你需要画画的专家，你需要 design 的专家，你需要对吧 market 的专家 whatever。现在因为 AI 各种各样的工具啥啥的，你可以把对是的500个人现在缩减到50个或者10个都有可能，对吧？然后这真的就是创业的黄金时期。但怎么说呢？首先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占少数，对吧？真正能够 take action 的人那就更少了。这就是觉得可能是特别困难的一点吧。然后，对，然后另一点，就像我说，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能量的问题，就是 attention 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打工人，那我们的 attention， 我们的能量就在打工的内容上。如果你要去创业的话，你不可能突然就是马上就 quit， 对吧？就是马上就去创业了。像课代表他本身也是慢慢就是 smoothly 就是比较软着陆的那种过去，对吧？他是先有个本职的工作，然后开始有个自媒体有副业，然后随着副业慢慢开始赚钱，他发现好像自己的副业赚钱差不多和自己主业持平的时候，才软着陆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转过去嘛，对吧？对你说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多说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相当于也是在工作之后换行的嘛，跟你还不一样嘛，你是相当于是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换了嘛。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像这种换行业做事情的话，就是其实就跟所有的自媒体啊、跟副业啊是一个逻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像之前有很多人会宣传说裸辞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的态度就是说，你如果事实上对于那些裸辞的人，他们其实裸辞完了之后，他们就做的事情就只是换了个工作，他们并没有转行。那真正如果你想转行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前面你肯定不是要裸辞的，就肯定是你自己手上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你的主业，或者说你现在这个方向，你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做下去的过程中，可能你要逐渐的缩减这个比例，把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你想做的副业，从零开始尝试。一开始可能不赚钱，可能要尝试了，开始首先是要有起色了，有人认可了，慢慢的开始能有赚钱了，然后你再逐渐提升它的比例。当它能够逐渐的是跟你现有的持平了之后，可以开始说考虑说正式的把它相当于说把副业当主业来做，有这么一个说法嘛之前，然后在这个状态下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完成这个转换吧。包括说我之前因为我现在在我们传统说来的话，就我属于自由职业嘛，就是在线上的，包括说平面设计和画画这一块。那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我做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
一个是在线上在学一些新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说，我要提前想着不要等我说学完了之后，我再来想着要不要赚钱，要不要进场。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试着接单嘛，那开始接到单了之后，就逐渐的提升它的比例。然后当我觉得说 OK， 那我现在这个主业可能和这个能够差不多1:1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说我原来这个工作我就可以 quit， 我就可以溜了。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慢慢转换过去的途径。就是我还是觉得这需要很大的这个行动力，我感觉，因为很多人就像身边太多人或者网上太多人都说，想要赚钱呀，想要财富自由啊，对吧？然后太多人说这个事情了，然后其实也挺多人知道，就是你要财富自由，绝大概率是你需要就是做一个生意的，对吧？就是说你做打工人，当然你做打工皇帝可能是可以财富自由，但你也需要时间，对吧？你可能打工皇帝做个20年左右，10年20年，你可能可以财富自由。而且需要就是很赚钱的那种行业嘛，但大概率普通人你要财富自由就是要去做一个生意的。那你要去做生意的话，那你就是要就像你说你在有个本职工作，对吧？你就是要忍受在你本职工作就占据你很多能量的时候，你还需要挤出时间去在你的那个想做的副业或者生意上面去花时间，并且把这个东西慢慢转成主要花时间的地方。就是这一步其实是劝退99%的人，我觉得就是还真的就，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right thing to do， 但是是一个但也 depends， 就是取决于你想让你人生想过成什么样吧。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财务自由的话，这是一个 right thing to do。但是这个执行力这一块确实还是卡住大多数人的一个瓶颈，可能是。对，我觉得这一点没错，但是更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就在于说，大部分人其实所谓的财富自由也还是因为看到比如说社交媒体上面所有人都在这么说，所以自己也是属于有一种 peer pressure， 有那种同辈压力，他会觉得说人家做得到我做不到，所以我开始焦虑了。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做不到的原因是在于大家其实只是说被看到社交媒体之后应激了那么一下，他会觉得说我其实应该这么做，但事实上一躺下来就会说我好像对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所谓。Yeah， 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想财富自由。对，就像我之前看那个有个 Mark Manson 的那本书叫做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就是一本就是纽约的畅销书吧。它里面给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他从小就说他想当 rock star， 就想搞音乐，对吧？对，想当这个摇滚明星。然后后来他发现他弹吉他，对吧？然后弹了半天，他坚持不下来，然后他也就没弹了。然后后来他事实证明，就是他老是以为自己想当 rock star， 其实他没有那么，其实对，总的来说结论就是他没有那么想当 rock star。因为你真的想当，你是会坚持下去的。他就是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口嗨一下也有可能。对，我倒是觉得就是口嗨一下无所谓。那像我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是看到别人做视频了，看到一个广告了，我也会上头，说觉得我想尝试一下，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并不觉得说是因为我后面发现我其实不想做，我其实不想财务自由，我其实不想怎么样，就一定是错的，就一定不好。像我的话，我觉得我能够真的什么都不做，躺在家里，我也未必说真的是想出门干一个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我只是觉得说，你如果反正要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自己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肯定是容易做得更好的。我是在这个方面来讲，对，就说包括我们前面来说换工作，像你们说的应对压力的方式嘛，肯定就是不断的去跟上一个新的新的技术嘛。对。那像我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我前面说的点，但是我前面说的点说是说找底层的模式，但是它只是换了一种焦虑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是要找一个长期能够通用的模型的话，那我们真正需要不断考虑不断焦虑的事情，或者说不断对抗不去焦虑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意识到说有很多事情我不做也不会有什么很大影响。对，也可好。对，那可以问一下嘛，就是虽然说到这个焦虑问题，我额外问一下嘛，就是你现在换完工作之后，你有真正意义上觉得你现在焦虑少一点，或者解决了什么焦虑的问题没有呢？我觉得我焦虑大大减少。OK 就是
结合我第一、第二点，就是觉得我首先，我觉得我在一个 right track 上，就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新工作是在一个至少我觉得我自己相信是一个好的方向，并且他要做的产品也是一个至少我会用的产品。其实我之前的那个 team 那个产品我自己都不会去用它。OK，但是新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它的受众是更大的。那我觉得其实就说明，不管从哪方面讲，就是你现在这个换工作是起到了作用，或者解决了你的问题的。对，算是解决了我的问题吧。对，那我想想，我这边我倒是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在之前，因为我相当于是换之前，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就很担心，说我换完了之后，我到时候会不会后悔或者怎么样。但我后面发现，哪怕不换，对我这跟你比的话，就完全是九牛一毛了。就是你的那个换工作才确实是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我感觉。然后我也挺佩服你的，就是这个选择。主要是因为你的大方向没有变嘛，就你相当于就是属于我就是跳槽了，其实就是小小跳个槽，你是完全就是完全就是你相当于你的本科硕士的那个学的东西，相当于完全就是所对应的行业，你相当于是决定不走那条路，就是完全走一条你真正挺不一样的，完全 different 的 track。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几点说吧，一个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聊过嘛，像我们本科学电气的，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本身，所以我们在这个专业内，我们会看到说没转行的人居多。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去看整个读过大学的人这个人群的话，去看真正比如说工作5年10年之后还在从事本职工作的人，其实这个比例本身也已经很少了。这是第一点。我当时也是因为得到了这么一个宏观数据之后，就减轻了我当时自己的焦虑。我会觉得我这个换工作没有什么。在这之前，我确实就一直在担心，说我这个换工作会不会在别人看起来是个很异类的事情。然后也是在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发现其实没有，只是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小圈子里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大的事情。第二点的话，就是可能跟你这种不一样的点在于，你这种就属于我们当时就是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就是任何的只要是能够跟STEM 相关的都在往程序员这个方向转嘛，所以你们是在往一个 high pay 的这么一个，在一个更高薪的这个方向去转嘛。确实哈。所以说你们是有一个考虑打工这个条路的余裕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转的方向其实就没有这个选项，相当于是说，就是如果我要打工的话，我就不会往这个方向转，我就不如留在我原来那个方向。对，但是我现在居然已经跳到了这种文学艺术这一个大的这个领域的话，我可能就确确实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赚钱这个问题了。至于说是不是打工这个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再举一个我们在画画圈子里面比较有意思的说法的例子啊，就是比较好玩的。在我们当时学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点就是我看到目前来讲，尤其是二次元领域的这画的话，画的好的绝大部分也不是学艺术出来的，有很多都是不管说是建筑设计啊、平面设计啊，包括说学机械啊，这些领域出来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说你真的想画得好，你必须要懂一点机械，懂一点3D， 懂一点医学，就是懂一点人体这种。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嘛。但是确实就是说，你如果是纯粹的学艺术，想去做现在的很多的看起来也是跟文艺相关的工作，其实它是不太搭的。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的尤其是像游戏领域、游戏美术这一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更工业化、更互联网方向的这么一个产品。对，第二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打不打工这个问题。就是画画的人当年学的时候，很多的人是纯粹纠结在技术怎么提升，但是同一时间在另外一个就是已经画的比较厉害了，已经开始工作了的这群人，他们普遍焦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说我画的怎么样，而是说怎么赚钱，怎么搞的钱。对，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就之前大家都想学习嘛，想 improve 你的 skills， 实际上到了最后还是想谁配呀，谁配你，对吧？谁可以配你的这个东西。对，然后我前面有一个特别想讲的话题，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叫画画的，他们之前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就是说万物最终就演化成就是当时他还不是说画画吧，一开始是说画画，说画画的尽头是麦克，
后面有一个拓展一点的说法，说自媒体的尽头是麦克，就是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最终对都是要麦克。对，我后面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很不耻这种做法的，但我后面有一段时间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其实的话，我们广义上来讲的这个麦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就包括说你说在任何行业内，你如果最终做到领导层做到管理层了，你最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不是在做实际的落地的事情，对吧？那你无非是在做2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在给员工做培训，广义上讲也是属于麦克，只不过你的麦克是被公司配掉了。从你们艺术角度来说，其实是 make sense 的，就是你们在前提是你卖的那个课是真的是有干货，对吧？就是你的那个课是有干货，然后你卖课的话，就是因为你走艺术，很多人需要工业设计，对吧？就是真正去那些工业链上去发光发热的。你卖课很多本质就是也是在赋能给让别人赚钱，对吧？帮别人赚钱，对，让别人赚更多钱的人。所以说卖课的这个逻辑其实没啥问题，只是现在可能卖的太多，导致卖课这2个词有点被妖魔化了。就是你在这个网上说这个，包括最近 AI 出来之后，你说大家真的是反感说有人教你怎么用 AI 吗？我觉得并不是，更多的是因为现在水课太多了，你分不清哪个好哪个坏。对，这也是可能大家焦虑的一点，就是大家每次看到小红书或者是微信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广告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课让你上，但是其实很烦的一点就是他们说上完这个课能干嘛呢？对吧？上了课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上课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嘛，就是说如果说你上了这个课能够找到工作 ABC 那还好一点，对吧？对。但他说你上完这个课可以怎么样，很多时候他做不到，就是就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AI 短剧吧，我现在看好多 AI 短剧的那个卖课，比如说他教你用各种各样的就是视频生成模型，然后做了一个 AI 短剧，对，那你做成的这个东西离赚钱那180里远了，对吧？就是纯粹的就是好像把这个 AI 短剧或者啥说成一个，他会用一些很神奇的词，对吧？风口啊，赚钱的就是无脑啊，巴拉巴拉的，然后你可能当时一点确实没想点进去买了，然后学完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就是还差老远了。对，就相当于是说他们是抓住了你的焦虑在贩卖焦虑，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解决你这个问题。对，是的。行，那今天聊的确实也差不多了，那咱们也收个尾吧，因为我估计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在春节前2天吧。那 OK， 估计到时候也有可能大家是在回家路上，也有可能大家是在车里面或者是在飞机上车上，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对，确实这次的话题是有一点点偏焦虑这样的，但是就像刚刚说的，话题本身可能有点焦虑，但是我们其实在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解决和应对这个焦虑的，以及说我们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想，就说可以更好的说是不管说是换工作也好，还是说未来思考自己走的方向也好，对，我们也是想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个案例，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切入的角度吧。对，那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对，祝大家新年快乐，春节快乐。对，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才是最宝贵的。对，工作什么的让他去吧。对，回家之后家人如果要聊工作的话题就该怎么样吧。对，屏蔽。对，那就过年之后再见了大家。好嘞，好，再见，拜拜。